一直不能接受我的孩子。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孩子，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。我把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的，他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对我。他总是抱怨我不能去挣钱，其实我就是没有一个奔头，不知道如何去努力。我们也在积极的要孩子，但是因为我的年龄越来越大，我也希望他可以理解我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万先生，31岁，来自四川，个体，有请万先生，有请。冷女士，36岁，来自四川，职员，有请冷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儿谁要来的呀？我要来的。你今天来想干嘛呢？想来请各位老师和主持人帮我们出了主意。你觉得你婚姻有问题吗？婚姻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说工作还有生活还是有一点压力。这样平时我都不经常去工作，我老婆经常说我不是你不工作啊？不怎么工作。那你干嘛呢？平时我就跑一点车，挣一点钱，偶尔开车，但是干得不勤奋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对。他哪是不勤奋，他是压根儿就不努力，不挣钱，特别懒的那种人。哦，那您当初为什么嫁给他呀？还是觉得他还是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我知道您曾经有过一段婚史，还有一个闺女儿，对吧？闺女儿跟谁啊？跟我前夫。当时他身上的什么吸引你，一定要娶她为妻？因为他比我大，我找到父母的感觉。找到什么感觉？父母的感觉，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妈就不在我身边啊。你找到了家的感觉是吧？对。比你大5岁是吧？对。所以你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是吧？对。等于他娶你就是为了让你去照顾他。那个时候结婚之前你了解吗？了解啊，我们其实认识很久了，都是朋友啊。然后我是在离异之后1年半2年的时间，我们才确定关系，然后结婚的。先前呢和女儿之间还是磕磕碰碰，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接触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嘛。我想着以后结婚了，在一起了，那天长日久的总会有感情的嘛。所以当初提出要结婚的时候，咱们就顺其自然。谁提出要结婚？他爸爸妈妈觉得我们这年岁也上去了嘛，而且他儿子也有这么大年岁了，就是再不生小孩的话，估计会耽误他吧。我爸爸妈妈看着说我岁数年龄来了，也该成家啊，就去办了结婚证，但是也没有办酒席这些。为啥不办酒席啊？没有钱。所以我们要用常理和常情来看的话，就觉得你们是因为爱情不顾一切在一起，对吧？对。结婚2年一直没孩子？是的，从结婚开始就开始备孕到现在嘛，就一直都没有小孩。然后在备孕这条路上面的话，我也是付出了诸多的这个努力。但是在我一个人孤军奋战的这条道路上面，是没有得到丈夫和家人的任何支持。等于这个家庭的钱，我这么理解，是不是主要经济来源是您啊？因为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收入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话，算一个比较基础的工资。我自己还做一点兼职，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就去摆地摊，然后1个月还是有5-6千块钱。我们自己还租的房子，就是因为他这几年一直怀揣着这做大老板的这个梦想，不去给人家打工，觉得低人一等，然后出去跑个滴滴吧，也是2天打鱼3天晒网的这种。心情不好了，咱也不出车；天气太大了也不出车；下雨了也不出车。然后遇上乘客喝酒，他也拒载。我出生10多年了，打工只打了你一年的工。所以你一直就飘飘的嘛？你怎么活过来的呢？我媳妇儿还是支持我不少。等于你媳妇儿养着你呗，对吗？也可以这样子说，但是我也得挣钱。特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想。拿什么养？经济。
经济在哪儿呢？经济去创造。怎么创造？今年我就一直在工地上做事，一个月不知道多少，还是有几万。一个月能挣几万块？还没有见到成效。这个从今年开始啊，到现在，咱那个还是在投资的阶段。因为前期不是过春节的时候，我厚着脸皮给他爸妈借了4万块钱，准备今年做试管婴儿。啊。然后这个钱就借出来给他去工地去垫资了。现在工地开工了吗？开工了。钱拿到了吗？钱拿到一部分，还有几十万没拿到。下面怎么办啊？下面就该去医院做手术就做手术。哦，你指的做手术就是试管婴儿是吧？对。所以你现在一门心思是要生娃娃是吧？2门心思，一门要挣钱，一门要生小孩。如果你对面这个女人不能帮你生出一个孩子来怎么办？因为试管婴儿也是有成功率的，对吧？对。它不是100%。如果没有成功呢？没有成功，也许我们就会分开。对。所以我想问的是，是不是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个婚姻的危机了？你说实话吧。是的，因为我毕竟是有一个孩子的，他经常都说的是，你好歹还有个女儿，以后还有老来还有靠是吧？嗯。那我呢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方便告诉我们说，第一次你为什么离婚吗？第一次婚姻的话，也是因为对方太懒了，整个生命1/3是在打麻将，1/3是在睡觉，0.5%在挣钱，0.12%在家庭吧。所以这个老公和上一个老公比，好像差不多哈。他应该是只潜力股吧？不是，我们一般说潜力股是这个人一直在笨，一直在做，然后受挫。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只潜力股是躺在床上去想，然后就能想出来的潜力股。为什么会离异之后，前夫是那么一个，用你的话说叫好吃懒做，对吧？好逸恶劳，对吗？还把闺女儿给了他了呢？那个时候他们家也是农村嘛，就是特别的那种简陋的那种。然后我一大学生嫁到他们家里去，就对我特别好。那个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不想要孩子。前夫他爸爸和他特别舍不得那个女儿，觉得特别乖巧，而且也是他们家的长女。虽然婚姻散了，但是这亲情还在。你前夫再婚了吗？再婚了。又有孩子了？有了孩子。男孩女孩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所以你闺女现在在那边生活的怎么样？你了解吗？这个后妈的家庭应该不是很好吧。好，接着我要问你，你知道你妻子有个闺女对吧？对。那么现在我想告诉你说，也许在你妻子的心里面，把女儿接到身边，算是他跟女儿最好的一种联系，或者对他的女儿，也叫你们的女儿成长是有利的。你愿意把这个女孩接到你们这儿来一起生活吗？目前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都没小孩。你要有了小孩接过来吗？我接过来。你有了小孩，那是你亲生的，那个不是你亲生的，我们怎么就放心说你会对那个孩子好呢？还是一个女儿？因为女孩子到了20岁，她就始终会嫁人的。你是大学学历？对。你是什么学历？小学。就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太大了，你太没法沟通这。不是你太糊涂了，姑娘。你第一段婚姻你就糊涂，你第二段婚姻你怎么还糊涂呢？怎么叫糊涂呀？她嫁给我，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的糊涂就是她是大学生，我是小学文化，就不能在一起。大学生和小学生文化没毛病，可以嫁。小学生怎么了？啊，对啊。很多农村妇女大字不识一个，但是她事理通达呀。你老婆有个闺女，现在这个闺女不在她身边，她这个闺女亲爹娶了一个媳妇儿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闺女。你觉得这个闺女现在跟谁更好？我刚才问你，把这闺女带来，你们一起生活，你不是说不愿意吗？因为是现在目前为止，我们2个都在处于在备孕的情况下，在要小孩的情况下，本来我就叫我老婆不要去上班，她1个月上班。不上班怎么活？我来养活。你怎么养活？我来挣钱养活。你挣的钱呢？我现在正在挣。你那4万块钱的本回来了吗？目前为止还没有回来，就是说连本都还没回来。你们家里唯一能挣钱的就是他了，他一停下来怎么办？其实怎么说呢，
我还是愿意，就是说拿这个钱，虽然说这个钱是我们去准备做试管婴儿的成分。这钱是你从他父母那儿借的，也不是你们挣的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个钱肯定是要还父母的嘛，就是说他到了这个30岁这个年岁了，他应该去奋斗一下。买卖有风险，万一赔了呢？你这岁数可等不起了。我说话你别不爱听，对你来说是一定要个自己的娃的，对吧？对。人生目标很简单，要娃。要不了娃怎么办？挣钱也得要娃，对吧？你看他人生目标特别简单，我不知道你要什么。想要将这段婚姻努力维持下去。对，这才是实话，就是要维持嘛。所以现在所有的赌注在那个娃上，对不对？有了那个娃，这个婚姻就保下来了；没有这个娃，这个婚姻就是摇摇欲坠，随时他都有可能走，对吧？现在的希望就是大夫跟你说可以做试管，对吧？所以你有生娃的希望。对。试管要做败了呢？做败了继续。谁做？他做呀。你知道做试管很痛苦的吗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啊，然后可能一次歇个1年，那这样算起来37、38、30，可能他就再也做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别50岁还能生小孩吗？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。最多是3次啊，做不了我也不能这么糟践自己吧。你们到底检查过到底是谁有问题导致你们自然受孕怀不上吗？都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所以今天来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们叫爱情保卫战啊，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爱情，就他们认为是有爱情的，对吧？你认为你爱他的，对吧？再好的爱情没有一个家庭的容力下，是，而你家庭的概念就是娃嘛，对，就在女生的心里面，家